乌军部队完成重组，建立18个军团。乌军摧毁俄境内16万吨弹药库。德国将军分析库尔斯克局势。特朗普下令关闭希腊的美军基地。B-52逼近俄领空80公里。德国2000亿欧元提高国防。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据白罗斯理想社2月24日报道，乌克兰已完成了部队重组，建立了18个军团，其中13个是常驻陆军，2个是空降突击部队，2个是国民警卫队，1个是海军陆战队。泽连斯基也任命好了这18个军团的司令，这再次表明乌克兰不会妥协的决心。接下来，这些重新组建的部队还会战斗在前线的各个战场。与此同时，俄军的战略能源正受到肉眼可见的破坏。据乌克兰安全局负责人马柳克24日通报称，乌军成功摧毁了俄境内托罗佩茨的16万吨弹药库，导致这里发生了4次地震，并造成俄军损失了约 50% 的120毫米炮弹。另外，继电瓶车和割草车之后，俄军的武器中再添加新装备。据俄电报频道流出的画面显示，一名俄军正骑着自行车飞驰，后面似乎还拖着类似电池的物件，旁边的队友则在给他拍摄视频。目前尚无法确定拍摄视频的位置，不过俄军资源被大量消耗已是事实。早在去年，俄军的摩托车冲锋队就降级用上了电瓶车，后勤运输甚至用上了毛驴、骆驼等牲畜，所以现在俄军开始骑自行车，好像并不令人意外。俄军战略能源已经受到肉眼可见的破坏，自然也影响了前方的战局。库尔斯克方向，俄乌双方的战斗十分活跃。引述一名德国将军对当前局势的分析称，乌克兰仍然控制着其最初占领领土的 30% 到 40%， 牵制了多达6万名俄军和数千名朝鲜士兵，并有迹象表明朝鲜正准备再向库尔斯克派送更多士兵。值得一提的是，据车臣武装负责人之一的阿劳迪诺夫证实，阿赫马特部队的指挥官舒斯特里已经在库尔斯克死亡。据阿劳迪诺夫称，舒斯特里的死因是在工作时死于心脏病或中风。他赞许舒斯特里是俄军中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苏梅州方向，据美国战争研究所2月25日报道，俄军正继续在边境发动进攻，但没有进展。不过，据当地居民分享的照片显示，疑似俄军的新型无人机袭击了一辆当地的民用车。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第1旅、第77旅和无人机团投入战斗后，在沃洛扎角区击退了俄军新一轮攻势。据战报显示，乌军经过近10个小时的激战，打掉了俄军1辆坦克、1辆 BMP、3辆 BTR。和前几次相比，俄军出动的装甲数量已经有所减少。顿涅茨克州西维尔斯克方向，比洛霍利夫卡的战斗仍在继续。一名隶属于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军事博主声称，俄军已经占据了比洛霍利夫卡的大部分地区，但没有夺取整个定居点。该军事博主称，乌军在定居点郊区仍保持着阵地，并进行了反击。恰索菲尔方向，2月25日，乌方报告显示，俄正规军和风暴 Z 部队开始利用其人数优势，通过与小型车队配合，对乌军恰索菲尔市本身和附近的斯图波奇乌阵地发起攻势。乌军则利用地形优势节节阻击，战斗正在进行中。托列茨克方向，昨日虽没有战斗，但据战争研究所2月25日报道，俄军第150摩托化步枪师的部队已从库拉霍夫重新部署到托列茨克方向。库拉霍方向，尽管俄军集结了3个师和2个旅的兵力，并在滑翔炸弹加持下对科斯强冀诺皮利市展开猛攻，但截至目前依然没有撕开乌军79旅防线。过去一天，该旅共击退俄军13次进攻，摧毁了至少5辆卡马斯卡车。南部战区扎波罗尔方向，俄军25日袭击了罗伯季涅、西北部的卡缅西克、小谢尔巴基等村，乌军则在洛布科维和斯杰波韦村附近进行反击，目前战况未明。此外，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克兰2月24日发布视频显示，乌军朝着扎波罗热俄控区发射了重型轰炸无人机，在战斗中成功击毁了一辆俄罗斯 S-300 防空系统的发射车。视频中，俄军似乎正在展开救援，但似乎火灾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目前俄方尚未回应此事，相关战场信息有待确认。据乌总参谋部发动的战报显示，2月25日，俄军新增伤亡1300人，俄军伤亡达到了869530人。综合美联社、国防博客、希腊民主党报等媒体报道，应俄罗斯的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关闭了位于希腊亚历山德鲁波利斯的美军基地。报道分析，这项决定显示美国在该地区军事战略转变，可能改变东地中海的权力平衡。据希腊民主党报称，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基地是位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具有相当战略价值的门户，曾为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发挥了关键作用，仅次于波兰的热舒夫机场。同时，该基地还曾用于北约对东欧地区的军队调动，
是维系欧洲安全的重要枢纽。但现在特朗普却选择关闭了它。截止目前，特朗普政府尚未对该报道发表正式评论，还不清楚该决定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进行的美国军事资产调整。不过，据战区2月25日报道，一架美国的 B-52战略轰炸机快速飞越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一度逼近俄罗斯边境80公里的地带。在塔林上空，这架战略轰炸机加入了由4架 F-35A 和2架 FA-18大黄蜂组成的编队，以纪念爱沙尼亚独立日。稍后 B-52赶赴距两俄边境约80公里处空域进行演训，接着向南飞越拉脱维亚、立陶宛，最后取到立陶宛与波兰边界关键隘口苏瓦乌基走廊，抵达波兰、德国空域。此举旨在展现美军空中投射能量，宣示对北约东翼防线的安全承诺。据联合早报2月25日报道，在德国后任总理梅尔茨的提议下，德国各党派正在讨论拨款2000亿欧元用于国防。报道称，德国各政党此前曾批准设立一个1000亿欧元的国防基金，但梅尔茨要求将现有的基金扩大1000亿欧元，或者调整债务刹车，以增加国防开支和对乌克兰的援助，从而应对俄罗斯的侵略。但由于边缘党派在下届议会中赢得了阻碍性少数席位，使德国各主流党派难以获得修改政府借款限制所需的2/3多数票，所以这2000亿欧元计划遇到阻力。不过，报道称，德国主流党可以在3月24日新议会首次会议之前进行表决，以绕过这种限制。此外，梅尔茨还表示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并呼吁英法与德国进行核共享，以共同保卫欧洲。援引欧亚时报报道，日本防卫省在防区外防卫能力项目通告中首次以官方形式公开了新型弹道导弹的研制情况，其被称为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日本在2018财年防卫预算中正式列入了该导弹项目，并于2019年将该导弹分为2种类型，分别为适合快速形成实际战力的早期装备型导弹，以及达到预期技术指标的性能向上型导弹。本次公开的导弹为性能向上型导弹，其总体指标与欧美国家的高超音速滑翔弹类似，射程可达500至900公里，已于去年在美国加州太平洋导弹测试中心进行过4次测试，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完成研制，正式投入量产，并将于2026至2027财年交付陆上自卫队，到2030年实现列装。对此，日本正为其研制2种新型战斗铺，代号分别为海上破坏者多种爆炸成型穿甲体，其中海上破坏者主要用于攻击目标大型舰艇等具备机动能力的高价值目标，而多种爆炸成型穿甲体则主要针对陆上装甲车等目标。此外，日本还计划在性能向上型导弹的基础上研发增程型导弹，将射程提高到3000公里以上。同时，根据日本新版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日本还将成立2个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大队，其备选部署地暂定为九州岛和北海道岛，旨在执行离岛防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本本土对导弹试射有较严苛的区域限制，该国目前只能使用国外导弹发射场进行相关的测试。除美国外，澳大利亚也同意日本借用相关设施进行远程导弹试射。此外，日本也计划在南鸟岛上建立属于其自身的导弹发射场。援引国防博客报道，一架海鹰10侦察无人机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坠毁，坠机地点靠近里海管道联盟能源基础设施。海鹰10无人机由俄罗斯圣彼得堡特种技术中心研制，其作战半径110公里，续航时间16小时，配备有高分辨率摄像机，且具备电子战能力，是俄军在乌俄战场中最常用的侦察装备之一。报道还称，此事发生后，俄罗斯媒体试图进行反驳，称这架无人机并非是海鹰10，而是法国制造的萨金姆无人机。根据两者对比，萨金姆无人机采用3角翼构型，与坠毁的无人机残骸并不相同，且哈萨克斯坦部队也没有装备此型无人机。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尚未公布该无人机是否携带任何有效载荷或数据储存装置。需要注意的是，不久前阿塞拜疆客机一度坠毁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因此事罕见道歉。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 B-52飞抵俄边境是否在给美军撤离打掩护？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